中國太重要了，太龐大了。近日，奧地利總統的一句感慨，讓一輛來自中國的雙層動車成為了歐洲輿論焦點。11月3日，由中車珠璣生產的4列雙層動車組熊貓號在奧地利正式亮相，並成為首批獲得奧地利官方運營許可證及 TSI 歐盟認證的中國列車。中國雙層客運列車在歐洲的正式運行之路就此開啟。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際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11月3日的奧地利，一列身披白綠藍主色調的雙層動車組車廂內，閃光燈此起彼伏，快門聲連成一片。奧地利鐵路運營商西部鐵路公司在此舉辦的記者招待會上，來自中國中車珠璣的熊貓號列車正式亮相。多家國內外主流媒體記者爭相擠到列車車門、車窗及內部座椅旁，舉着相機排隊拍照，生怕錯過這一標誌性時刻。這是首批獲得奧地利官方運營許可證及 TSI 歐盟認證的中國造列車，中國雙層客運列車首次在歐洲正式獲批運行的里程碑就此誕生。招待會現場布置簡潔卻不失莊重，西部鐵路公司的控股股東哈塞爾斯泰納與中車珠璣代表並肩站在列車入口處，不時向圍攏的記者介紹列車特點。當被問及對列車的評價時，哈塞爾斯泰納伸手輕拍列車車身，笑着說道：“這些列車一半是中國製造，一半來自歐洲。”話音剛落，現場便響起一陣會心的笑聲。走進熊貓號車廂內部，寬敞明亮的空間瞬間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記者們紛紛駐足於2+Comfort Class 高級2等座區域，感受着這裡比普通座位更開闊的間距。熊貓號通過減少座位排數、拓寬的空間，讓久坐的舒適感大幅提升。真皮座椅觸感細膩，不少記者特意坐下體驗，隨手就能摸到身旁的電源插座。手機連接免費 WiFi 的提示音不時響起。大件行李存放區前，工作人員現場演示了 NFC 無接觸鎖定功能，只需用手機輕輕一刷，儲物櫃便應聲鎖閉，取代了傳統投幣鎖的繁鎖。這一細節設計讓不少記者點頭稱讚。餐食區的瑞士 Rex Royal 咖啡機正在運作，濃郁的咖啡香氣彌漫在車廂內，與奧地利生產的防滑地毯一起，營造出溫馨便捷的乘車氛圍。這種充滿中歐智慧的列車由中國中車株洲電力機車有限公司設計，並在湖南株洲生產。而奧地利 IFE 的車門、奧地利 Nord 的制動系統等關鍵部件則源自歐洲供應鏈。這種中國設計製造加歐洲核心部件的模式，讓熊貓號既承載了中國軌道交通的製造實力，又深度切合了歐洲市場的需求。西部鐵路公司董事總經理站在車廂過道上，面對記者的提問直言：“我們的信條是，唯有基於最高質量的競爭，才能持續激勵乘客選擇火車出行，選擇中國中車。核心就在於產品質量、創新和交付速度。”這份認可的背後，是熊貓號歷經的嚴苛考驗。歐洲認證體系素來以嚴格著稱，設計過程中任何細微改動都可能延長審批週期。自2022年年中抵達奧地利後，熊貓號累計完成30萬公里試運行，里程遠超常規標準，最終憑借卓越表現拿下雙認證。現場展示的性能數據更具說服力，列車最高運營時速達200千米每時，150米的車身比西部鐵路公司現有瑞士 Stadler 車型增加8米，卻實現2.5%的減重和約10%的能耗降低。6節編組的雙層結構配備536個座位，讓單列車運力提升28%。30年的設計壽命與臨次檢修基地的專業維護，更保障了長期運營的穩定性。中國太重要，太龐大，不能簡單將它排除在我們的市場之外。奧地利前總統科恩的話道出了現場不少人的心聲。面對質疑，熊貓號給出了最有力的回應。據了解，西部鐵路公司此前長期依賴瑞士 Stadler 供貨，此次轉向中國中車，除了產品優勢，更看重交付效率。要知道，奧地利聯邦鐵路公司2016年向西門子訂購的夜間列車，歷經8年才獲得認證，而熊貓號的快速推進，恰好滿足了西部鐵路公司的業務擴張需求。按照計劃，這4列熊貓號將於11月率先投入奧地利西線運營。
12月14日新時刻表生效後全面上線。明年，隨着西部鐵路公司申報的維也納至布達佩斯國際新線路獲批，熊貓號的足跡還將延伸至匈牙利。招待會接近尾聲，記者們仍在列車內穿梭拍攝，有的聚焦於車門處的奧地利制造標識，有的記錄下座椅上的真皮紋理，有的則對着車廂內的智能設備反覆演示。當熊貓號的鳴笛聲在站台響起，這列承載着中歐合作成果的列車正蓄勢待發，即將在歐洲大陸上書寫中國製造的新篇章。熊貓號能在歐洲市場取得這樣的突破，並非偶然，而是中國中車多年技術積累與全球布局的必然結果。中國中車由原中國南車集團與中國北車集團於2015年戰略重組而成，整合雙方資源後，中國中車就成為了全球規模最大、技術領先的軌道交通裝備供應商。從經營數據來看，盈利能力正逐步增強。2024年更是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績單。2024年，公司實現營業收入2464.6億元，同比上升了5.2%，歸母淨利潤123.9億元，同比上升5.8%，扣非歸母淨利潤101.4億元，同比上升了11.4%，經營現金流淨額為271.28億元，同比增長了84.3%。其中，鐵路裝備是中國中車的核心業務，收入佔比最高。財報顯示，鐵路裝備、城軌與城市基礎設施、新產業和現代服務4大業務板塊分別佔總收入的44.82%、18.43%、35.05%和1.70%。而鐵路裝備業務增長的核心驅動力來自兩方面：一是政策推動下的電力機車替代浪潮。國家鐵路局老舊型鐵路內燃機車淘汰更新監督管理辦法明確，老舊內燃機車報廢年限為30年，2035年底前將基本退出市場，於是直接催生了大量裝備更新需求。二是鐵路投資的加速落地，“十四五”規劃前3年，鐵路投資僅完成2.24萬億元，低於“十三五”3.99萬億元的總規模，補償性投資需求凸顯。預計2024年至2025年，鐵路投資年均將達8750億元，進一步加速老舊機組更新與裝備升級。鐵路行業的蓬勃發展也為中車提供了廣闊市場空間。2024年，全國鐵路客運量達43.1億人次，同比增長11.9%，較2019年同期最高點增長18.16%。客運需求的強勢回升，直接拉動動車組採購，全年動車組招標金額達1245億元，同比增長近40%。貨運量的穩步增長，則推動貨車及機車更新需求釋放，使得貨車業務收入同比增長3.2%。值得關注的是，在造車賣車這一核心收入來源之外，維修服務已成為中車利潤增長的新引擎，它的利潤率甚至超過了整車製造。高鐵在長期運營中會出現零件磨損與技術迭代需求，動車組維修業務作為軌道交通裝備全生命週期管理的關鍵環節，相當於給高鐵做全身保養加智能升級。具體包括更換剎車片、軸承等磨損零件，修補車體裂縫，以及加裝更先進的控制系統，以實現提速、穩行、省電等效果。相較於整車製造22.71%的毛利率，維修業務憑借深厚的技術壁壘與穩定的客戶粘性，成為了優化利潤結構的關鍵支點。2024年，中車維修服務收入達417.83億元，佔鐵路裝備業務總收入的37.8%，在總營收中的佔比首次突破18%。隨着列車存量市場不斷擴大，維修服務有望成為長期增長點，持續提升企業收益水平。當然，在穩固國內市場的同時，中國中車正加速全球化布局。它的產品已出口至全球6大洲，近100個國家和地區，尤其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佔據重要地位。2024年，中車海外業務收入達283億元，佔總營收的11.5%，同比增長2.18%。新簽訂單合計3222億元，其中海外新簽訂單472億元，佔比14.6%，展現出了強勁的後續市場潛力。從產品出口到技術、資本全產業鏈輸出，中車的全球化轉型已成效顯著。雅萬高鐵的成功運營就是典型案例。中車為它提供了11列具備耐高溫、高濕、防風沙、
抗地震等特性的高速動車組。這一全球首個全系統、全要素、全產業鏈高鐵出海項目，標誌着中國高鐵技術獲得了國際市場高度認可。而匈塞高鐵作為中國高鐵技術首次大規模進入歐洲的標誌性項目，中車為其定制的列車採用輕量化鋁合金車體、高性能轉向架及先進牽引系統，順利通過歐盟 TSI 認證，打破了歐洲市場對非歐美技術的固有認知。如今，中車的海外版圖已延伸至北美市場。繼2014年中標美國波士頓地鐵項目後，2017年3月又拿下洛杉磯地鐵車輛採購合同，訂單總計282輛。2024年底，中車製造的 HR4000地鐵列車已在洛杉磯地鐵 D 線上投入使用，後續更多列車也將陸續上線運營。小編相信，當這個擁有17萬名員工的巨輪開始邁向世界，其掀起的產業浪潮必將重新定義中國高端製造的全球坐標。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